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18個月無縫進組，2月瘦15斤。譚松韻6個瘦而不柴秘訣，普通人也能抄作業。當譚松韻在金熊貓盛典的紅毯上以黑天鵝造型亮相，清晰的肩頸線條與下頜稜角讓全網驚呼暴瘦時，很少有人知道這背後是她為角色付出的專業堅守。連續18個月無縫拍攝《逍遙我和我的命》《蘭香如故》3部大戲，在40攝氏度高溫下穿冬裝拍戲，挑戰從少女到老年的年齡跨度，還要在2個月內精準減重15斤，貼合《我和我的命》中山區女孩方婉之的形象。這份敬業讓業內同行紛紛點讚，白敬亭更是直言與她合作事業會上升。面對粉絲對健康的擔憂，譚松韻用一句勿念，一切安好，可能除了體重的幽默回應安撫人心，同時大方分享了自己科學塑形的6個方法。不同於極端節食的傷害性減重，他的方法兼顧效果與健康，實現了瘦而不柴的理想狀態，普通人也能輕鬆借鑑。1、飲食核心，吃對比吃少更重要，火鍋也能健康吃。作為公認的吃貨，譚松韻在嚮往的生活中大口乾飯的模樣圈粉無數，但她始終堅信吃對食物比吃少食物更重要。減重期間，她並未完全告別喜愛的美食，而是掌握了聰明的選擇技巧。比如吃火鍋時，堅決避開加工食品、蠔油、芝麻醬等高熱量地雷，優先選擇新鮮肉片、蔬菜等原型食材。調料只用水煮菜、生抽、蒜末和醋簡單搭配，既滿足口腹之欲，又能有效控制熱量攝入。日常飲食中，她以無油少鹽的水煮菜、雞胸肉和少量雜糧為主，保證優質蛋白質與膳食纖維的充足攝入，避免因過度節食導致肌肉流失。偶爾放縱進食後，她會通過增加運動來平衡熱量，而非陷入自責焦慮。這種靈活的飲食態度讓減重更具可持續性。2、168輕斷食，順應代謝節律，不挨餓也能瘦。譚松韻的飲食模式完美契合早餐皇帝、午餐平民、晚餐乞丐的健康理念，這正是168輕斷食的核心邏輯。她通常早餐吃得豐盛，午餐適量攝入7分飽，晚餐則盡量簡化或不吃。若實在飢餓，也僅補充少量食物。具體執行時可靈活調整，比如早上9點吃第一餐，下午5點前結束最後一餐。若作息較晚，也可將進食時間調整為下午1點到晚上9點，只要保證16小時的斷食週期即可。這種方式無需刻意計算熱量，通過縮短進食窗口，減少無意識進食，同時促進身體代謝效率。他的團隊特別強調，這種輕斷食是建立在白天營養充足的基礎上，而非全天節食，避免了內分泌紊亂等健康風險。3、美食分享術，滿足慾望又控量，社交減脂更輕鬆。面對高熱量美食的誘惑，譚松韻的小竅門是分享着吃。她不會強迫自己完全拒絕喜愛的食物，而是通過與朋友、家人共同分享的方式，既能品嘗到美食的滋味，又能自然減少個人攝入量，避免因過度壓抑慾望導致的暴飲暴食。這種方法不僅能有效控制熱量，還能讓減脂過程變得更具社交樂趣。與他人共同分享美食的過程中，既增進了情感交流，又能在輕鬆的氛圍中堅持健康飲食，擺脫減脂帶來的孤獨感，讓習慣更容易長期堅持。4、補水秘訣，每天8杯調味水，代謝排毒雙在線。多喝水是譚松韻減重期間的重要習慣，她深知充足飲水能加快血液循環，促進代謝排毒，還能增加飽腹感，減少正餐攝入量。
每天堅持飲用至少8杯約2升水。若覺得白開水單調，他會加入檸檬片或新鮮水果調味，讓補水變得更有儀式感。他特別推薦飯前飲用300毫升水，能有效增強飽腹感，幫助控制正餐食量。對於容易水腫的人群，晨起空腹喝水還能緩解便秘，消除水腫，讓身體快速進入代謝狀態，為一天的熱量消耗打下基礎。5. 運動搭配，有氧加力量結合，塑造緊緻線條。減肥的核心是熱量差，運動則是高效消耗熱量的關鍵。譚松韻每週堅持3至5次運動，每次持續40分鐘以上，採用有氧與力量結合的模式。減重期間，他每天安排至少2小時運動，包括慢跑、跳繩、瑜伽、核心力量器械訓練等。拍攝《我和我的命》時，還會在雅安高原每日徒步10公里，利用自然環境進行高強度體能訓練。他強調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至關重要，只有享受運動過程，才能長期堅持。多樣化的運動方式不僅能避免枯燥，還能全面鍛鍊身心，讓身材線條更緊緻，實現瘦而不柴的塑形效果，而非單純的體重下降。6. 黑咖啡助攻，精準飲用，燃脂效率翻倍。黑咖啡是譚松韻減重的秘密武器，他分享了2個黃金飲用時間。晨起1杯黑咖啡，既能加速全天新陳代謝，提高工作學習效率，還能緩解便秘，消除水腫。運動前1杯黑咖啡，則能提高運動耐力，讓身體燃燒更多脂肪，燃脂效率可提升80%。選擇黑咖啡時，他堅持零脂肪、零糖、零碳水的標準，避免添加糖和奶精的花式咖啡。研究表明，咖啡因能有效抑制食慾，提高代謝，是天然的燃脂輔助劑，這也是眾多明星青睞黑咖啡的原因。2. 譚松韻的35歲凍齡祕訣：自律生活與精湛演技。35歲的譚松韻看上去卻如同18歲少女，這背後的祕訣究竟何在？每次機場亮相，她總是簡單而清新的裝扮，一件白衛衣、牛仔褲配丸子頭，皮膚白皙透亮，酒窩淺笑間，連安檢小哥都看呆了，忘了刷卡。圍觀者紛紛掏出手機，竊竊私語：這姑娘莫非剛從高考考場走出？經過一番調查，發現這位姑娘其實是1990年出生的，虛歲已經達到了35歲。娃娃臉並非永葆青春的靈丹妙藥，隨着歲月的流逝，法令紋、眼紋以及頸紋等歲月痕跡仍會悄然顯現。然而，譚松韻卻能輕鬆應對4開鏡頭的無情審視，這並非依賴於濾鏡的修飾，而是得益於她堅持的簡單生活哲學：以吃為樂，以睡為養，以動為健。她的現場照片在微博上持續了一整天，閱讀量驚人的突破了3億。評論區裡網友們紛紛表示被深深觸動了。在綜藝節目中，譚松韻曾大方分享了她的一周食譜。她的早餐總是以燕麥、水煮蛋和藍莓為主，午餐則包括雞胸肉、雜糧飯和西蘭花，而晚餐則會在下午5點前結束，以清炒時蔬和蝦仁為佳肴。沒有追求網紅代餐或高價補劑，他只選用普通超市的食材。他保持規律的作息，每晚10點入睡，早晨6點醒來，這樣的習慣已經堅持了整整8年。在劇組拍攝夜戲後，他總是第一時間回到酒店卸妝，接着用熱水泡腳放鬆10分鐘，之後戴上蒸汽眼罩，安靜地躺下休息。而當同組的演員們在半夜裡刷手機消磨時光時，他已經進入了夢鄉，夢中還在背誦着台詞。運動對他而言變得簡單而日常，他每天堅持跳繩2000下，即使在拍戲的間隙也不忘原地進行開合跳。他無需私教指導，更無需前往健身房，就這樣堅持了1年，
跳繩的總長度竟然能繞地球半圈。有人將少女感歸因於圓潤的臉龐，然而真正賦予她這種氣質的，其實是她那低至18%的體脂率。譚松韻，身高162厘米，體重維持在94斤左右，肌肉線條緊實有力。正是這樣的身材條件，讓她在運動中顯得輕鬆自如。演技才是演員青春容顏的永恆保鮮劑。在2024年，她迎來了事業的新高峰，飾演了3個截然不同的角色：一個遭受家暴後奮起反抗的全職媽媽，一個38歲失業卻勇敢重啟人生的女程序員，以及一位高中班主任。這些角色的播出後，觀眾們的反響熱烈，紛紛表示完全忘記了她曾飾演過李尖尖。觀眾對她飾演16歲角色毫無違和感，全因她能將16歲的純真與34歲的深邃並存於一張面孔之上。那張娃娃臉是外殼，而真正的靈魂則是她卓越的演技。她的私生活保持低調而簡約，除了廣告內容，她的微博上幾乎都是關於貓咪的日常。她養了2隻貓，一隻橘貓取名為肉包，另一隻白貓則叫豆花，吸引了大批粉絲在線雲吸貓。她分享的為貓咪準備美食的視頻獲得了100萬點讚，評論區裡粉絲們紛紛戲言：“姐姐，你缺貓嗎？那種會自己上廁所的。”在忙碌的拍攝間隙，她選擇回到四川老家，陪伴在父母身邊。在菜市場，她砍價的技巧嫻熟，甚至超越了大媽們，引得路人紛紛駐足。每當有人認出她時，她總是親切地笑着與大家合影，合完影後便又投入到挑選土豆的樂趣中。凍齡並非遙不可及的玄學，而是將簡單的生活習慣做到極致的結果。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許多人選擇熬夜加班，點外賣、喝奶茶，或是躺平刷手機來放鬆。然而，她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她遵循着健康的作息，10點準時上床休息。她注重飲食健康，選擇水煮西蘭花作為日常餐點。她熱愛運動，每天堅持跳繩2000下，保持身材與活力。這種自律的生活方式，讓她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，成為了生活的佼佼者。差距並非在短時間內形成，而是經過漫長歲月的累積。將18歲時的良好生活習慣持續至35歲，是保持青春的關鍵。普通人或許無法仿效明星的醫美方法，但可以借鑑他們的日常時間管理，比如每晚提前1小時入睡，早晨用雞蛋牛奶替代早餐，下班後跳繩10分鐘。堅持3天，你會發現皮膚出油明顯減少，1週後黑眼圈淡化半格，而1個月後褲子可能會鬆1圈。這種少女感並非僅僅來自外表，更多的是源於內心的自律。